1986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台湾的承天禅寺，95岁的广清老和尚在寺庙当中神色清明，他和平时一样微微睁开眼睛，看着围在自己身边那些表情哀伤、手足无措的弟子，忽然开口，平静地说了几个字：“无来亦无去，没有事。”说完这句话，他含笑微微点了一下头，闭上眼睛，端坐在那里，寂然圆寂。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长寿老人的无疾而终，但在半个月之前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广清老和尚还在台北，有一天他忽然密集地向弟子们下达指令，把散布在各地的分院弟子一一叫到跟前，详细交代每一家寺院接下来的管理细节，谁负责什么，哪些事情要怎么处理，一条一条给弟子们交代。那交流完之后呢，他决定立刻离开台北，回到高雄的妙通寺。为什么不接着待在台北呢？毕竟台北的医疗条件更好呀。但广清老和尚非常坚决，等到了高雄的妙通寺，一切事务清点完毕，时间刚好来到了农历正月初五。前面这些记录显示，老和尚是如期离世的，而且这件事情许多当时的见证人还活在世上。在僧人的档案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预知时至。那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想把这些古今中外的记录去掉传说的滤镜，来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真的提前知道了自己离世的时间，还是在长期的训练当中保留了一种我们普通人早就退化的能力？第二，这种在生命最后一刻体现出来的从容感，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不能享有？那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份年代更早的记录。1940年农历11月初4，在苏州的灵岩山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焦灼时期，外面炮火连天，人命如草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死于非命。而在灵岩山寺的高墙之内，净土宗的第13代祖师印光大师迎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这份记录来源于当地的灵岩山寺交叉记载，后来被收录在了印光大师咏思集当中。在初3的晚上印光大师和往常一样坐在大殿当中，对大众进行开示，他的声音平和清晰。而到了初4的凌晨1点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印光大师忽然从床上起身，叫醒了身边值夜的侍者，说了8个字，叫念佛见佛，决定生息。说完，他要求侍者端水过来，像平时一样仔细的洗手。洗完手之后，他起身对侍者又说了一句：“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接着，他走到椅子前，端正地坐了下来。时间来到凌晨3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他要求侍者把灵岩山寺的住持妙真和尚喊来。一般宗教领袖在临终前把接班人叫来是要交代身后事了。但是印光大师与众不同，他看着妙真说：“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接着他补充了最后一句交代：“不要学大派头。”说完这句话，他便悄然无声。到了5点，在寺院大众的诵经声中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往生极乐。我看到他最后这一句话：“不要学大派头”，增加了记录的真实性。如果灵岩山寺的僧团是为了造神，他们完全可以编造一段天花乱坠的遗言，天降异象，地涌金莲但他们记录了这一段似乎有一些干瘪的信息，因为这就是事实一个真正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人，在最后时刻操心的是提醒后辈们不要在名利场中迷失自己。像这样的预知时至自古以来有许多记录。从梁代慧教法师开始编撰的高僧传，后来的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再到专门记录净土宗修行者的净土圣贤录，预知时至都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往往是某位禅师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忽然告诉弟子们自己要走了，然后沐浴更衣，敲响法鼓，把全寺的僧人集合起来，简单交代几句，最后要么盘腿坐着，要么直接站着闭上眼睛离世。这在佛教内部被称为坐化或者立亡。有这么多相似的记载会让我们有些疑惑，这背后有2种可能。
第一种是这样的现象确实在长期修行的人群当中反复发生，它是一个被复制、可以被验证的修行技术。那第二种，它成了古代宗教传记当中的一种写作格式，后世的弟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师父修行有成啊，在编写传记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一些平时的举动附会，弄成了预知，强行套用这个模板。那么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相呢？这个疑点我们先记在这里啊，因为在查阅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份更加反常的档案，必须先要拿出来看一看。在这份档案中，这位修行者不仅知道自己哪天离开，他觉得那一天不太合适，于是把自己的死期往后推迟了几天。好家伙，死亡还能商量啊！这份记录来自于唐代保存在北宋道元编撰的《景德传灯录》，主角是曹洞宗的创始人洞山良价禅师。公元869年，唐咸通10年，当时他63岁。在那年的某一天啊，东山禅师写下了一首遗偈，叫学者恒沙无一物，过在寻他舌头路，欲得忘形明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写完之后，他剃了头发，洗了澡，披上袈裟，然后命人鸣钟，将全寺的僧众集合起来，在众人的注视下端正地坐好，悄然离去。这是一个标准的祖师圆寂的场景。全寺的僧众看到这一幕，哭声震动了整个寺庙。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已经死去的洞山禅师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看着下面哭成一团的弟子，并没有感动啊，反而带着几分责备地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出家人心无复物，这才是真的修行。人有生就有死，你们在这里悲痛哭泣有什么用呢？这里似乎是一个神话祖师的民间传说，但接下来的事情才是这一份记录的反常之处。东山禅师觉得弟子们没有参透生死，于是他决定让寺院的负责人员立刻去操办一场名为愚痴斋的斋饭。什么叫愚痴斋？就是一场专门用来骂大家愚痴不懂生死的饭局。弟子们听到这个安排，心里明白，我只要这顿斋饭我没办好，师父就不会走啊。于是整个寺院的僧侣开始了一种孩子气般的拖延战术，他们恋恋不舍，故意把准备食材生火做饭拖得极慢，非常磨蹭。这一顿斋饭硬是拖了7天时间才把斋菜备齐摆到桌上。那洞山禅师在干嘛呢？这7天中啊，他心里是知道弟子们的小心思，但没有催促，就这么平静地陪着大家等了7天。到了第7天，这个斋饭终于做好了，洞山就跟着大众一起吃完了这顿愚痴斋。吃完之后，他放下碗筷，对众人说了最后一句交代，叫僧家无事，大帅临行之际勿须喧动。意思是出家人本来就没什么事，在临走的时候不要这么吵闹喧哗。说完这句话，他起身回到自己的帐室，端坐而去。这一次他没有再睁开眼睛。我想啊，我们在阅读这种古代史料的时候，需要一种质疑精神。如果《景德传灯录》的记载者只是为了洞山良价编造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是很失败的。按照造神的逻辑，祖师爷应该表现出不容置疑的神通啊，瞬间化作一道神光离开，留下不朽的尸身。那这个记载就非常反常，一个祖师爷因为弟子们的哭泣而感到无奈，为了吃一顿教训弟子的饭，于是选择多活7天。反常，反而让他更加可信。但问题是，死期真的可以因为一个未了的心愿人为往后推迟吗？这听起来太悬了。可是啊，当我们在几千公里外的现代美国翻开一份属于现代统计学的学术论文时，我们居然发现了和古代禅师一样的事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有一个社会学家，名叫戴维·菲利普斯。这位学者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呀，基本只专注研究一件事情，是人类死亡的时间分布到底是不是完全随机的。按照一般的医学和经验告诉我们呀，如果没有外力干扰，人类的生老病死它应该呈现出一种均匀的概率分布。今天死和明天死在宏观数据上应该没有显著差异。但菲利普斯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加州的死亡档案库，
1988年，他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关于逾越节的研究。逾越节是犹太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象征着救赎和团聚。菲利普斯和他的团队提取了1966年到1984年加州死亡记录当中的1119个犹太人的样本。为了确保数据的严谨性，他还去掉了自杀、意外死亡的案例，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庞大的对照组，包括非犹太裔的白人和黑人。数据结果令人惊讶呀！在这个近2000人的样本数据当中，逾越节前一周的死亡人数显著低于统计学上的预期，而在逾越节结束之后的一周，死亡人数忽然出现了一个显著高峰。也就是说，大家普遍的选择要活到逾越节之后再离开，而且这样一个先升后降的死亡曲线仅只出现在犹太的数据组当中。菲利普斯没有止步于此他就想知道这个现象它到底只是犹太人中存在，还是人类的共性。于是他换了一个文化样本。1990年，他在另一本顶级医学期刊《JAMA》就是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华人中秋节的研究。这一次他提取了加州档案当中1288名华裔老年女性的自然死亡数据。中秋节象征着合家团圆，对华裔的老年女性有着非同寻常的心理意义。那得出的数据比逾越节更加惊人。在这个样本库当中中秋节前一周的死亡率暴跌了 35.1%， 而在中秋节之后的一周，死亡率又飙升了 34.6%。 这个节前后的跌幅和涨幅几乎是对称的。菲利普斯在论文当中提出一个假说，他将其命名为叫死亡推迟。他的解释是在生命的尽头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动机，比方说我就想过完某个节，想见某个亲人最后一面，这种强烈的心理动力似乎真的可以在生理层面产生某种干预，让人多撑几天。那结合这一份统计学数据和唐代洞山禅师的记录，似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人的主观意识确实可以对死亡的时间进行微调。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说，统计学证明的死亡推迟只是一种撑几天的能力，是一种强烈求生意愿带来的时间延迟。但我们今天探讨的预知时至是像广清老和尚那样提前1个月就知道哪天要走，多撑几天，和提前知道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抛开神通和玄学，提前知道自己哪天离开，在我们的身体机理层面有没有科学依据呢？答案是有的，而且它出现在我们现代临床医学教科书当中，比方说默克诊疗手册。在急诊医学和重症监护领域有一个临床症状，拉丁文翻译过来叫做濒死感。当一个患者经历心肌梗死、严重的肺栓塞或者危险的过敏性休克的时候，在他们的生理崩溃之前，很多患者会清晰明确地向医生报告说：大夫，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要死了。在受过专业训练的急诊室医师和护士眼中，这句话马上让他们的心中警铃大作。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临床经验表明，这样一种濒死感往往早于心电图和血压的波动之前，病人的身体比仪器更早地捕捉到了死亡的信号。那这样一种神奇的预警机制是怎么来的呢？现代神经科学用了一个词来解释这种现象，叫做内感受。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叫做外感受，比方说我的眼睛看到光线，耳朵听到声音，但实际上我们的大脑还有一套隐秘的向内的监控系统。比方说你此刻的心跳频率、血压高低、胃部的蠕动、脏器当中氧气浓度的微小变化，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这些信号。但是为了不让你因为这些琐碎的生理活动而陷入困惑，大脑要把这套系统设定成了静音模式。在绝大多数时间当中，这些信号是被拦截在意识的阈值之下，你是感受不到的。但是当致命的生理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这些内脏发出的求救信号会瞬间飙升，从而冲破大脑的拦截阈值，涌入到我们人类的显意识。这个时候，人们会体验到一种排山倒海的恐惧和绝望。你会先感受到死亡的逼近，然后你的理智才会尝试去理解这种感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临终之前，身体是知情的，大脑和脏器之间在做深度的信息交换。我们用这样一种模型尝试着去理解这些常年修行的禅师。
普通人的一生注意力都是在向外看，我们平时玩手机、看股票、研究人际关系，我们的内感受雷达反而是非常迟钝的。只有当信号强到变成濒死感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但是这些禅修者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他每天盘腿静坐，就是在训练向内看。他们通过观呼吸、观心跳、观身体的细微变化，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内感受能力。所以普通人在临终终于感受到了这种体验，会非常的恐慌。而那些一生都在训练内感受的人，他们早就在漫长的岁月当中熟悉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信号。当最后一次感受高峰到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平静的解读，然后收拾行李。所谓预知时至，在生理层面，某一部分的谜底可能是他们读懂了身体传来的最后一次感受。但是这依然解释不了全部，因为急诊室当中的濒死通常只提前几分钟、几个小时，就算一个人的内感受非常敏锐，他也顶多提前几天，不可能提前1个月。这该如何解释呢？从2010年开始，美国水牛城安宁疗护中心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托弗·科尔博士和他的科研团队对14000多名临终患者进行了一项长期追踪。他们发现了一个被现代医学长期忽视却普遍存在的生理和心理交叉现象，被称为临终梦境与视觉。科尔博士在论文当中指出人类的大脑在死亡发生前的数周甚至1个月左右会启动一套特殊的告别程序。在数据记录当中，超过 88% 的患者在离世前的3到4周会开始高频体验到一种清晰、逻辑连贯的特殊梦境。他们梦见的往往是非常具体的，准备远行。很多病人在清醒后会明确地告诉医生，我在收拾行李，我买好了一张车票，我已经跟逝去的亲人把话说清楚了。这种现象随着死亡时期的临近出现的频率会快速上升。科尔博士的研究证明大脑对于肉体即将停摆的知情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大脑不仅知情，而且在长达数周的时间，它在试图通过梦境和潜意识强行让患者进行心理层面的准备。而对于广清老和尚，他的一生都在通过禅修与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交流，所以他们在清醒的状态下就接受到了这套告别程序。我想在探索生死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一味的只用现代科学去附会古老的档案，这叫强行科普；但一味的把未解之谜归结为神通，这叫放弃思考。作为一个关注心灵成长的频道，我们必须有勇气把前面的这些神奇感给解构掉。我在这里要拿起3盆冰水，泼向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预知时至的档案。第一盆水是幸存者偏差带来的滤镜。前面我们提到过高僧传当中出现那些成批的预知时至，到底是可复制的技术，还是后人加工出来的？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看到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我们看到的僧传是崇拜者写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走了，如果在临走前几天大小便失禁，疼得满床打滚，在昏迷中离世，就算他生前品德再高尚，他的弟子在给他写传记的时候，大概率也会用视线病苦，安享舍报这样模糊的话术，因为走得太狼狈了，大家不忍心详细的记录。而那些走得漂亮、非常有戏剧性的才会被大书特书，这就在统计学上出现了严重的幸存者偏差。更要命的是事后的追认一位高僧可能平时就喜欢叮嘱弟子们要用功办道，忽然有一天他圆寂了，悲痛的弟子就会回想，原来师父上个月交代我的那件事情不是随口说的，他是在安排身后事呀，他早就知道自己要走了。在口口相传和文字美化当中，一些日常的叮嘱被强行拼凑成了精准的预知，大家在灌水你说你是不是在凭空捏造呢？我们可以看一个反向的档案。如果说修行境界，唐代的玄奘大师绝对是佛教史上的巅峰人物，按理说他圆寂的时候应该有最顶级的预知时至和瑞相吧。但真实的唐代史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当中是怎么记载的呢？极其痛苦，非常狼狈。公元664年正月初8，玄奘大师在跨越一条水沟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小腿骨折，随后病情急剧恶化，陷入了持续的昏迷。
而且随着剧烈的喘息和痛苦的呻吟啊，当时在他身边照顾的弟子都崩溃了。一位叫做明藏的弟子实在忍不住，哭着问玄奘：“师父啊，您一生翻译了那么多佛经，功德无量，怎么临死前还会受这么大的病痛折磨？”如果他的弟子想造神，一定会抹去这段历史。但玄奘在清醒的片刻，给出了一个超越神通的回答。他说：“我过去生中造下的无明业障，借由这次病痛彻底了结了。”这就是真正的档案。他告诉我们，生老病死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顶级的修行者也会生病。把临终的无疾而终当作修行的黄金标准，本身就是后人强加的世俗滤镜啊。第二盆水是科学实证的复现失败。我们刚才花了很大篇幅介绍菲利普斯教授的死亡推迟假说啊，就是犹太人在逾越节后扎堆死亡的信息。但是我要告诉你学术界的后半段故事。科学之所以叫科学，不在于它能提出多么惊人的假说，而是你这个假说能不能被其他人用同样的方法再次验证。2004年，有另外一组研究人员决定，我要重新测试菲尔普斯的实验。他们用了更大更新的加州死亡数据库，而且用了更严苛的统计模型。结果发表出来，题目叫做推迟死亡又一次复现失败。新团队就发现，当数据量足够大，并且剔除了各种混杂变量之后，所谓的节后死亡高峰消失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了原研究当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对节日当天的界定过于敏感。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死在逾越节当天的晚上，你是把它算在节前还是节后？只要在这个分类上稍微调整一下口径，原本显著的数据差异就会轰然倒塌。在今天主流的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界死亡推迟这个假说它站不住脚了。而第三盆水是对衰老和疾病的日常坦诚第三盆水是对衰老与疾病的经验。我们惊叹广清老和尚提前1个月安排了身后事，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已经95岁了。一个活到95岁久经世事的人，真的需要什么神通才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吗？很多时候，所谓的神奇预感，也许只是这个当事人坦然承认了一个周围所有人都在极力回避的事实。在医院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病中的老人其实自己心里知道快不行了，但是家属还在强颜欢笑，说没事的，我们很快就能出院。老人们为了配合家属的演出，只能把想交代的话给咽回去。而那些高僧大德，他是没有这种心理包袱的，所以这与其说是预知，不如说是一种通透的自知之明。那3盆冷水泼完，似乎预知时至没有什么神秘感。但是去掉这些水分之后，仍然有一件事情是假不了的，那就是他们面对死亡时那种让人感叹的从容。你可以说广清老和尚正月初五走是一个巧合，但是他最后留下来的无来亦无去，没有事，这种超越了肉体衰败的平静感是演不出来的。你也可以说印光大师的记录经过了弟子的润色，但他在凌晨3点把接班人叫来，清醒的提醒不要学大派头，这种不留遗憾的状态他是编不出来的。我们一直在纠结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具体哪天离开，但我们可能搞错了重点。真正稀缺的是在死亡这个无可回避的终点之前，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完全没有缺憾的清明状态。那么这份从容它是怎么练出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认知当中死亡就像一个黑洞，代表着虚无失控。因为恐惧，所以我们将其视为禁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愿意去谈它的，逢年过节避讳它，我们的一生都在假装死亡不存在，直到它真的到来。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临终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的去面对死亡，面对一个从未演练过的终极的危机。那么慌乱、崩溃、恐惧一定是必然。但在某些古老的修行体系当中，逻辑是完全反过来的，死亡不再是禁忌，反而变成了日课。佛教的实修体系当中有一项核心的训练叫做念死无常。
修行者每天醒来要反复的在内心观修3件事情，叫我必死，死期不定，死时除了修行，一切外物皆无益处。他们要想象自己的肉体腐败过程，想象分离的时刻。这听起来似乎有一些残忍，但这背后是一种高强度的脱敏训练。而禅宗的传统则更为激烈，他们把临终的姿态当成是一生修行的毕业考试。前面提到的坐脱力王是要当众交卷的，你能不能在最后关头不乱阵脚，不被痛苦吞噬，这就检验了你平时的功夫。而在道家的体系当中庄子讲坐忘，讲堕肢体处聪明，离形去知，同样是在练习如何把精神从肉体的束缚当中给抽离出来，练的依然是放下的能力。你看天机说破它都不悬，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的从容？因为普通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第一次面对死亡，而他们是在心中排练了上万次呀。恐惧来源于陌生和失控，而从容来源于熟悉和接纳。所谓的预知时至，与其说是神通，不如说是提前准备而带来的礼物。那问题是，我们是普通人，在红尘当中裹挟于世俗的欲望里，那种从容感，我们真的也可以拥有吗？答案是不仅可以拥有，而且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广清老和尚在生命最后1个月所做的事情，他叫齐了分散在各地的弟子，交代了各院的日常任务，安排好了自己最后的去处，给身边的人留下安心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请问哪一件事情要用到神通？哪一件事情需要修行几十年？都不需要。他所做的事情，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总结，就是2个字，叫清障。清理自己在这个世间所有的账目。很多时候，人们在临终前的那种痛苦和挣扎，并不是因为肉体本身的疼痛，更多的是来自于潜意识当中未完成的事件。这在心理学格式塔流派当中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账册，可能他记着一句还没有对子女说出口的抱歉，一场因为自尊心而没有和解的争吵，一段明明已经千疮百孔却依然拖延着不肯斩断的关系。这些未完成的事件平时被我们压抑在潜意识的深处，而当死亡临近，大脑的防御机制开始瓦解，所有的烂账都将摆上台面。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记录问孔子，叫敢问死，怎么看待死亡呢？孔子回答了那句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你连活都没有搞明白，怎么能明白死亡呢？过去我们常常理解孔子是在回避死亡，但是今天我们看完了广清老和尚和印光大师的记录，再来读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些老和尚最后一天所展现出的从容，恰恰证明了孔子这句话的后半部逻辑。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清完账的，死亡的从容是活着的时候，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不留遗憾。其实查阅了更多的资料之后，我发现做到预知时至和从容的面对死亡，都不需要你是宗教徒。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死亡记录，主角是18世纪苏格兰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休谟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不相信任何神迹，灵魂不朽。1776年，他患上了肠癌，当时没有现代医疗器械，但休谟凭借自己的理性观察，精准计算出了自己身体崩溃的时间节点。你说理性怎么能计算出这个时间呢？答案是变量观测。休谟记录了自己的体重的流失速度、食欲衰退的周期、排泄功能的恶化频率。他发现自己的体力以一种稳定不可逆的斜率下降，于是他将自己的生理衰败数据画出了一条延长线，预测了延长线触底的焦点在当年的8月下旬。在离世前1个月，休谟冷静地做了一系列安排，他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了好友亚当·斯密，仔细交代了出版事宜，结清了家中仆人的工资，还在家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晚宴。当时有一个叫做博斯维尔的保守派作家故意跑去看休谟，他觉得一个不信神的人死到临头一定会痛哭流涕呀。他走进休谟的房间，让他意外的是，他发现休谟平静地和他开着玩笑，讨论着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就像讨论明天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旅行。几天之后，休谟在自己预判的时间点安详离世。也就是说，在面对死亡时的这种从容感，并非宗教的超自然现象，它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光辉或者灵性的显现，
在完成了世间所有遗憾的了结之后，必然会抵达的一种精神终局。当我们意识到死亡必然到来，而且可能随时到来，我们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剪断毫无意义的纠结，完成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是作为你的修行同路人，我想传递给你的终极秘密。那视频的最后，我也想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在我们华人的家庭记忆当中，有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时刻。家里的老人在临走之前可能会非常的清醒，他拉着你交代一些平时不说的话，有的会莫名其妙地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说我要走了。那你的家中有没有发生过这样预感的故事呢？那个老人是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个评论区可能会成为一份无比珍贵的家族记忆金矿。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今天就可以在心中回答自己：如果在平行宇宙当中，你确切的知道自己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你最先去清理的是哪一笔账？你最想去见的、最想和解的是什么人？如果这个答案已经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那别等了，因为清理未完成事件最好的时间，永远不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而是此时此刻。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